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40年左右写道，传说中巴勒斯坦有一个湖，如果你把一个人或野兽绑起来扔进湖里，它就会浮起来而不沉下去。据说这个湖又苦又咸，没有鱼能在其中生存。如果你把衣服浸泡在湖水中并且摇晃，衣服就会被洗干净。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去以色列、约旦旅行必须打卡的圣地死海。其实死海它并不是海哦，而是世界上地势最低的内陆盐湖。你惊不惊喜？这个死海呢，形成于大约200万年前，位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交界处的约旦大裂谷。唯一主要水源是流入死海的约旦河，但是死海没有出口，所以就像貔貅一样只进不出。面积有605平方公里，具体来说就是大概和韩国首尔市那么大。从2019年开始，死海表面就低于海平面430米，而它的平均深度为188米，最深处有320米，也就是说最深海拔点竟然有-750米哦。所以不仅死海它本身是世界上地势最低的湖泊，连它的湖岸也是整个地球上已露出陆地的最低点。咱们去以色列死海游玩的话，只能在酒店限定的海域，换上衣服就可以下海咯。你是不是看到有很多人都这样，或者是摆拍着看报纸？是的，死海确实对像小爱这样不善于游泳的人非常的友好。由于自然的浮力，任何人下水后都会漂在水上，这是因为死海水密度太高了，盐的浓度常年在31.5%左右波动。2011年还测出过34.2%的数据，也就是说比普通大海海水还要咸8到10倍哦。这也导致了任何的鱼类、植物和鸟类都无法生存。也正是因为这样，古罗马人就干脆给它起名死海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也不用幻想会有水怪在下面拉你的脚哦。但是水中会有一些细菌、微生物真菌和浮游生物。在1980年，由于含类胡萝卜素的杜氏盐藻大爆发，死海还曾经从深蓝色变成红色。这就和澳洲和加州旧金山湾的粉红湖的成因一样哦，并不是传说中的天谴哦。以色列方面建议呢，不要潜水，不要相互泼水嬉戏打闹，也不要让死海水进入眼睛和嘴巴。游泳的时候要一直保持这样仰着的姿势。这就引发了我的好奇，死海它到底是个什么味儿？于是我在下水的时候就偷偷的尝了尝，但是直接就后来才知道，就这样死海居然才是世界第5咸，更咸的湖是这些。然后我又突发奇想，如果有浮力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站在水中？你别说，还真可以哦。水大概就到我胸口的位置，然后我就可以站在死海中飘来飘去，就像这个帅哥一样。场面很搞笑，也很神奇，大家有机会一定要亲身试试哦。此外呢，因为水中富含大量的镁、钠、钾、钙、盐等矿物质，所以即使单单泡在水中，就可以缓解牛皮癣和痤疮等皮肤问题哦。但是曾经有一位以色列的艺术家把自己设计的黑色礼服浸泡在死海里，2个月之后拿出来就成这样了。所以绝对不要贪心泡太久，大概1个小时就好。太久的话，我们的身体会脱水哦。这就和腌咸菜是一个道理啊。死海的海水确实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宝贝们都知道了。但是死海的海盐和海泥也很牛叉。
当我泡完海水慢慢游到岸边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在捡海盐。有个看似是本地人的帅哥自带工具在那儿不停地捞，还热情地示意让我来拿。于是我欣然前往，一看，好家伙，海盐都结晶成了一个一个的盐球，非常的漂亮。据说这些死海盐含有60%的矿物质，对肌肤、头发和指甲都有好处，所以感觉整个海滩每个游客都在拿海盐，怪不得死海越来越小。然后每个人还把那死海泥涂在脸上身上啊，就是这样。据说这是世界上最终极的 SPA， 我也去涂了一身，然后还在太阳下晒了半个小时。过后感觉皮肤果然很滑，细腻了很多。也正是因为这神奇的功效，据说埃及艳后在死海旁边修建了行宫，常常泡死海温泉，每天都用死海泥涂抹全身来 SPA。 可以说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疗养圣地之一。 Nice。 其实埃及艳后和其他游客呢，不只是因为喜欢死海及其周边产品，也是很贪恋当地的气候。这里是炎热的沙漠，平均降雨量不到50毫米，全年大部分时候都天气晴朗，气候干燥，年平均气温在20到40度，平均每年有192天温度高于30度，空气中的含氧量很高。据说死海海面上的空气是地球上最干燥、最纯净的，比一般海面上的含氧量要高出10%。而且紫外线，特别是 UVB 辐射较弱，在这里人们可以很自然的、很快的平静下来，相当的治愈。所以当地人搞笑地说，如果可以把各个国家的领袖们都带到死海来住1个星期，世界就会充满了爱和和平。所以死海地区还成为健康研究和潜在治疗的场所，主要有气候疗法、日光疗法、海水疗法。有说法认为，在腿上包上死海泥，可以暂时的缓解膝盖关节炎患者的疼痛，而那些鼻窦炎患者可以用死海盐水来冲洗鼻腔，之后症状缓解有所改善，比咱们去医生那里拿的喷雾还要好用。具体功效呢，我不清楚啦，但是大家有机会一定要亲自试试。也正是因为这样，死海的周边，包括以色列、约旦的海岸线上修满了高级酒店，供大家来疗养排毒。以色列在位于南海岸6公里的范围内拥有15家酒店，年收入为2到3亿美元。在约旦一侧呢，9家国际特许经营商在侯赛因本塔拉勒国王会议中心附近开设了海滨度假酒店，并且在死海东岸开设了度假公寓。这9家酒店使约旦方面的客房容量达到了2800间。那么你一定会问，可不可以在巴勒斯坦的死海游玩呢？会不会比较便宜呢？答案要让你失望咯，不可以。虽然巴勒斯坦人在开战前，他们控制的死海海岸部分长约40公里，世界银行估计巴勒斯坦死海旅游业每年可以创造2.9亿美元收入和2900个就业机会，但是因为某些大家都知道的政治原因，巴勒斯坦人呢一直无法获得死海旅游相关投资的施工许可证。咱们在这里就不详细解释了，想了解细节的宝贝们可以来看我这集影片。但是每年2.9个亿啊，这是不是太可惜了？当然，很多人对死海感兴趣，还是因为死海古卷。没错，他们就是在1947年的时候，在死海附近的库姆兰洞穴出土的。一开始呢，是因为一个小羊倌在附近放羊，然后发现有一只调皮的小羊钻到了洞穴里边，于是小羊倌就向洞穴里面扔石头，好把这个羊搞出来。结果发现石头没打着小羊，但是打破了洞穴里边装着死海古卷的瓦罐。
就这样成就了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后来呢，考古学家在其后的10年间又发现了11个放着古卷的洞穴。简单来说呢，这些死海古卷就是目前最古老的希伯来圣经抄本，包括了除了圣经以斯帖记以外的旧约全书的全部内容，还有少部分是社区律法和外典，比如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书，主要写在羊皮纸、缩草纸和青铜的材料上边，然后装在这种瓦罐里边。抄写的文字也是以希伯来文为主，当中也有少数由希腊文、亚来文、纳巴泰文和拉丁文书写的。有考古学家推测，这应该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期间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抄写的，在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毁掉前藏在了洞中，但是起源至今没有定论。因为时间太久远和其他各种政治宗教方面的原因，古卷被保存得残破不堪，最长的有8.148米，剩下的很多都是碎片了。现在主要的8部经卷都存放在耶路撒冷市的以色列博物馆的圣书之龛中，其余的呢则保存在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说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觉得这辈子值得去一次死海？漂浮、健康，还有死海古卷。但是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存在，就是创世纪中提到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关于这2个城市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他们就是在死海东南海岸的某个地方，2个非常罪恶的城市，至恶。具体多么罪恶，大家可以去自行搜索。法国贵族萨德侯爵还借此写了一本叫做《索多玛120天》的书，被很多国家列为禁书，反正我是没看过。但是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法国却承认了它的文学价值，把这个手稿列为国宝。小爱就在想，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话，那么 Lisa 跳的疯马秀在法国也是100%绝对应该被列为艺术欣赏的范畴了吧？扯得有点远了，咱们言归正传。正是因为他们太罪恶，耶和华决定要毁灭这2个城市。当时亚伯拉罕就向他求情说，不要毁城了，太暴力了。耶和华说，没问题呀，我要是能在城里找到10个异人，不用100，不用1000，只要10个异人，咱们就不毁那城。这里的异人的意思呢，就是按照主的法律去生活的人，也就是听耶和华话的人。结果嘞，耶和华所派的2位天使发现只有罗德的一家是异人，于是天使就告诉罗德，大难将至，你们一家赶快到山上避难吧，但是要记住，逃难的时候绝对不要回头看哦。本来这一家都会得救，但是在逃难的过程当中，罗德的妻子偏偏不听话，越不让他看，他越要看，结果就在回头看的那一瞬间，化作了一个岩柱。因为这个典故，死海也叫做索多玛湖，在它岸边的索多玛山竟然还保留着罗德老婆化作的那个岩柱，下边还有一个山洞，据说是罗德和女儿们避难的地方。更神奇的是，在约旦竟然也有一个罗德老婆的岩柱，看起来更像人一些。那么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没人知道，但是都可以给我们起到警示的作用，要听话，非礼勿视啊，好奇害死猫哦。咱们前边说过，以色列和约旦都因为神奇的死海已经在旅游疗养业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可能我们没太听说过的是，这里从1929年开始通过盐水的太阳能蒸发生产钾肥，后来还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钾肥产地之一。
这个时候，世界银行又开始估计了，巴勒斯坦死海化学工业每年可产生9.18亿美元的增量附加值，但是由于准入限制、许可证问题和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巴勒斯坦又被从这个产业里边踢出去了。也就是说，死海这个生金蛋的鸡，巴勒斯坦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哦。但是以色列和约旦方面也幸福不了多久了，因为两国的矿产工业毫无节制地抽取死海海水，导致它越来越小了。不仅如此，作为唯一主要入水渠道的约旦河，也因为被中途的大坝截水用来灌溉和生活，加上连年的雨量减少，导致流入死海的水量每年都在减少。现在死海水位平均每年会下降1米，面积几乎比50年前少了1/2，这就好像一个人一年赚到10万块，但是花了20万块的感觉，这样很快不就破产了吗？岸上的国家也都曾经尝试着营救，比如以色列的国父西奥多·赫茨尔就曾经考虑过从地中海引水的计划。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3国还在2013年的12月签署了死海红海管道协议，就是将红海水源引进正在大面积萎缩的死海。但是又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内部不和谐，这个协议在2021年6月正式被废弃，从未付诸任何的行动。所以呢，有相关的专家和学者预测，再这样继续下去，死海将在2050年左右彻底的枯竭。其实呢，这种说法有些极端哦。实际上，死海并不会消失，只是最终会变得很小。We'll be right back.